水月与苍松已经准备好了雷炎净世真诀，准备在魔教出去围捕魁牛之时，将他们一网打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计中有计，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是啊，我也是这样考虑的，所以我多加了一道设防，让阿相带领天阴弟子与陆雪琪一道作为援军。魁牛现身了。蒲公师兄，我们不如就在此处布置雷炎净世咒，等到我田师弟和水月师妹出现了，我们便共同出手，一举将这魁牛拿下。魔教妖人以为自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他想不到我们在此守株待兔，等到他们现身，我们便可启动法阵，将妖人一网打尽。好，我助你施法。好。青云以为他们是胜券在握，实则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这样倒好，免得我们上青云去杀他们。碧瑶，你若是不忍心，便不用过去了，在此欣赏我的安排便好。用不着你管。好了，我们也赶紧准备吧。哦，那黑乎乎的一团就是魁牛。我也没见过。哎，你不是鬼王宗的女婿吗？这都不知道？喂，好，好，好，我不说话。我担心鬼王也许还有后手，我先去看看。哎，不是说好了你不能去吗？我们去，你在这儿等着。听话，小凡，规矩点吧，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
小心，是毒虫！我们中计了，快撤！青龙，大家想办法快离开这里！曹叔，把你的雷炎净噬咒赶快撤了，快！不行啊，师弟，现在蛊虫挡着，我控制不了法阵。这田不易本想将计就计，瓮中捉鳖，没想到最后却是作茧自缚。这法阵成了困住他们自己人的囚笼，这下怕是想逃。你给我闭嘴！张小凡，又来坏我好事！
张小凡的功力为何会如此厉害？小凡，碧瑶，别胡闹，走。天阴功法。撤！老七，小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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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最好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青云弟子会身具天阴功法？普空师兄，我倒是要问你，是不是你们把天阴派的弟子送到我们青云来了？你们究竟意欲何为？我说苍松兄啊，我们天阴阁和青云门同为正道，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你们不要再争执了。除了天阴、青云两派功法之外，那张小凡最后身上出现的法术是什么？那不是咱们青云的功法，难道还有另一教修为？这可太有趣了。身具青云、天阴两派功法，竟然还会另外一种莫名其妙的法术，难道他是双面叛徒？绝无此事。田不易，事到如今了，你还要包庇徒弟？他明明就是个奸细，我不管他是哪一派的。总之今天我要把他带回焚香谷，一定要问个清楚，偷玄火剑到底是谁的授意？上官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授意？难道你的意思是，我们青云门还有人授意自己的徒弟，去偷你的玄火剑？你不是在极力为他开脱吗？现在结果怎么样？你以为他真的是青云弟子，他一定另有身份？够了！哪怕他张小凡真的是叛徒，那他也是我田不易的关门弟子。他生是我青云的人，死是我青云的鬼。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将他带回本门。是非曲直，将来我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但是今天谁要将他带走，便是跟我田不易为敌。这张小凡居然身具天阴功法，此事非同小可。你们可敢肯定？
掌门，当时3派人等俱在，天音阁的普攻看得非常清楚，的确是天音功法，这毫无疑问。田师兄，这怎么可能呢？田师弟，你不是说过，张小凡在青云5年从未下过山半步，那他是如何掌握这天音功法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张小凡作为青云的子弟，竟然偷学2派功法，这真是居心叵测，其心可诛。苍松师兄，我看先别急着给他定罪嘛，先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再说。事情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本座身为青云的戒律祠主持，行事从来都是依照祠规。现在张小凡已犯下3重重罪：其一，勾结魔教，背叛本门；其二，庇护妖女，偷取玄火剑；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身上竟然有天音、青云2派的功法，体内还有一股灵力，不知道从何而来。掌门师兄，田师弟将这叛徒强行带回本门，已经激起同道中人的愤怒，该如何处置，还请你示下。田师弟，你怎么说？掌门师兄，各位师兄弟，你们大家可否记得他张小凡第1天来我青云时的情景？林惊羽被苍松师兄带走了，只剩下一个资质驽钝、没人要的张小凡。无奈，我只有将他收入我大竹峰门下。张小凡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他铸下如此大错。掌门师兄若再袒护于他，门中弟子该作何想？水月师妹，我并非是要偏袒我门中之人。这2派的功法，本就是水火不能相容，即便是根骨上佳之人，苦练个3年5载，也不一定可以修得。哼，张小凡资质驽钝，砍一根黑竹尚且半年之久。各位师兄弟啊，你们真的能够相信这么一个资质平平的人，能够同时驾驭2派的功法吗？张小凡本来就是天音的奸细，前进我青云来偷学我们的心法，我想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吧。苍松师兄，你要这么说，这件事情就更加奇怪了。当年草庙村惨案，小凡的父母双双被害，难不成他天音为了让一名少年潜入我青云，就会下此毒手？即便当初他加入青云是个巧合，可难道就不能中途背叛师门，再去加入天音阁吗？否则的话，天音派为何将自己的心法传授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天音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这个弟子素来念及同门之情。陆雪琪师侄曾经跟我说过，小凡为了救他和曾叔叔，几次险些丧命。如果他张小凡真的是细作的话，他为何不弃之不顾？当日魁牛现身之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张小凡可以不露面，可是他为了救我们大家，不得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当日的情景，恐怕在座的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面临着全军覆没之危，若不是他张小凡及时出手相救的话，苍松师兄啊，你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判他张小凡的罪吗？苍松师兄，我觉得田师兄说的对。依我对这个孩子的了解，张小凡秉性纯良，绝非伪装。说不定啊，他有什么说不出的原因和苦衷。师弟啊，你说的在理啊。若真是有什么苦衷，
你作为他的师傅，陪着他一路回来，难道这一路就问不出半句开脱之语吗？哼，他张小凡此刻就在殿外候着，要问什么话，他马上可以进来回话。张小凡，此次刘伯山有功，但功不抵过。为今之策，就是尽快想办法查清楚张小凡身上的天阴功法是从何处习得。掌门师兄啊，我已经问过了，这个弟子我十分了解，从小到大十分的执拗。他要是不想说的话，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开口的。不开口，既然没什么可解释的，那就说明他心里是认的。掌门师兄，张小凡所犯下的3大罪状，和林惊羽不一样。惊羽被人魔化，可以说是被奸人所害；可是张小凡这3条罪状，绝不是废除武功，将其逐出师门就可以解决的。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要处死他吗？我这个徒儿，我从小把他带到大，他的脾气秉性我十分了解。此次回到青云，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如果我们像对待林惊羽一样，废了他的修为，赶出师门，掌门师兄啊，那我们如何向天阴阁，如何向焚香谷交代？我青云门中向来没有严刑拷打，如果再逼问下去的话，给张小凡的那只有死路一条。掌门师兄，各位师兄弟，你们大家如若还信得过我田不易的话，就将此事交由我田不易来办理。到时我一定将张小凡之事问出个究竟缘由。好，既然如此，那人也不必再见了。张小凡，依旧交由你来处置，不过，绝不可让他离开大竹峰半步。待刘伯山受伤的弟子救治完之后，再详细盘问。是。张师弟，多谢你在危难关头救了灵儿一命。只不过你与魔教牵涉太深，恕我不便替你求情，还请见谅。她是我的师姐，我自然应该保护她。齐师兄无需特意来道谢，更不必帮我求情。就算青云门上下所有的弟子都认为我与魔教有勾结，我与师姐一同长大，她也一定会相信我的。灵儿她单纯善良，自然会相信你。不过，掌门和各位师叔们，可就没有那么好糊弄了。掌门那边我自然会解释，无需齐师兄担心。可惜。
对不起，师父。老七啊，你长大了，你也变了。为师说你变了，并不是指功法之事。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要是不想说的事情，就算把你杀了，你也不会透露出一个字。可是你知道吗？今次与以往不同，你知道你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吗？你知道不知道？你令大竹峰，你令整个青云，陷入了怎样的一番境地？是弟子不好，给整个师门添麻烦了。老七，我还是你师父吗？是。师父的养育之恩，弟子铭记于心。好，既然你还认我这个师父，那我问你，你这一身的天阴功法，到底是怎么得来的？今晚之事，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就算是父母也不能说，否则会有大祸。你懂了吗？师父，弟子答应了那个人，不能说。不能说？有什么比师父、比师门在你心里还重？你为了信守诺言，那你对师门的承诺呢？张小凡，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如何立足于江湖？你一个青云的弟子，身具两派的功法，掌门会轻易的放过你吗？天阴阁会就此善罢甘休吗？是弟子不好，可是弟子至少问心无愧。你的问心无愧，使多少人需要付出代价？为了信守你什么狗屁的承诺，难道你要放弃大珠峰？你要放弃师门？你要放弃我整个青云吗？孽障！孽障！是弟子的错，师父可以把弟子交给掌门惩罚，就算弟子死，也在所不惜。是谁？我叫妖人好生胆大，竟敢潜入我青云重地，对诛仙剑下手。师兄，而且此人不仅可以随意出入后山，还能用本门的玄清道功法打开幻月洞之门。那小灰猴正是张小凡豢养。我看这贼人多半就是张小凡。这绝无可能。张小凡昨夜就未曾踏出我大竹峰半步。那他半夜为何会出现在祖师祠堂？
我看就算不是他，也必定是他和贼人串通在一起，然后派小辉协从。小辉乃是一只顽皮的猴子，小凡关心林惊羽，所以派小辉前去送信。那信呢？你嘴里说的信呢？天师地，祖师祠堂，乃是本门的重地，从来没有出现过半点差池，而你的徒弟一回来，却屡屡惹出祸端。我看刘伯山也是他的苦肉之计吧。依我看来，他根本就是别派的奸细。到如今身份即将暴露了，所以他就狗急跳墙，要对诛仙剑下手了。苍松师兄，张小凡回到我青云之后，你对他是步步紧逼，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一个人，恨不能所有的罪责都让他一个人承担。师兄啊，我真的不明白，他张小凡到底哪里得罪了你？你如此的厌恶他，莫不成你是要置他于死地？天师弟，并非是我要针对你的徒弟，而是自从我执掌戒律堂以来，戒律严明，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池。而他一来，却屡屡犯事。掌门师兄，此子身上疑点重重，不得不防啊。天师弟，苍松师弟言之有理，这张小凡确实有些嫌疑。如今诛仙剑被觊觎，咱们青云上下需要严加戒备才是。至于这张小凡嘛，我看必须马上把他押入戒律堂，对他严加审问。掌门师兄，林惊羽受话一事尚未查明，我看不如将张小凡先押往祖师祠堂，与林惊羽关押一处。如此一来，或许能够探查他们到底与此事有无瓜葛。好，就这么决定了。靖宇，小凡，靖宇，你的伤怎么样了？啊，早就好了。刘伯山的事，我已经听师伯说了。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没事。定海庄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过，等我回来。由我向掌门禀明实情吗？你看，你替我背了黑锅，还受了这么重的责罚。你是我唯一的兄弟，我当然保护你了。可是，好了，别哭丧个脸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和万师伯一起在这里清修，远离是非，没有烦恼，这比之前呢，可轻松多了。哎，你怎么来了？虽说此次张小凡犯下了弥天大祸，但是我坚信，他欲盗取这诛仙剑，
早晚会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我把小凡送到你这里来，名义上是以嫌疑人扣押，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他。这一次，要是贼人再次现身的话，就不会有人怀疑张小凡了。小凡在你身边，也可以帮助你一起保护诛仙剑，以防备真正的盗贼出现。我看林惊羽他的功法也恢复了不少了，加上小凡，你们3个人联手，只要躲在暗处的奸细一出现，你们就可以将他一并诛之。那夜，蒙面人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打探诛仙剑的下落。他只要查到了诛仙剑的下落，肯定会再次窃取。我们只要做好防备就是。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想当初掌握炼血堂这条线的时候，我真是十分的惊讶，千算万算，怎么也没有想到，潜伏在青云门的人居然是你。等我一统正教魔教以后，一定会给你所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帮了你们这么多事，我并不是想要你们的什么回报。哦，那你想要什么？本尊实在是想不明白呀。这人世间最邪恶的，并不是什么魔教，也不是什么杀人的利器，而是那残忍而猜不透的人心。没错，我听说当初你本有机会可以隐姓埋名离开青云，回到炼血堂，但是你没有。我有时候就在想，可能你正是因为那个人，才愿意始终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总会是有些感情的。哼。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你了。爹，刚才那个人是谁啊？一枚棋子而已，恐怕他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那张小凡呢？你把他当棋子吗？唉，碧瑶啊，怎么我每次见你，你总是3句话不离那小子啊？我本来想带他走的，可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难道你还希望他回到青云，等着爹打过去不成？你们这一战是成是败，我不想管，我只希望小凡能够平安无事。那你就不希望爹也平安无事吗？我自然希望爹平安，所以我会听从爹的一切安排，承担起一个总坛弟子、鬼王宗少主的责任。但此战是爹先挑起来的，来日不知道牺牲多少人的性命，我们的，他们的。但愿日后爹不会后悔。爹这辈子除了没有照顾好你母亲之外，并无后悔之事。
普之拜访青云时，在场的只有水月与苍松。不会是师父的，他待我如同己出，又教授我一身武艺，怎么可能是奸细？一定是我多心了。师父，当初为师收你进入我的门下，就是因为觉得你天赋异禀，根骨齐家。可我万万没想到，今天你就毁在你的这股聪明劲儿上。这不是真的，师父，你告诉我，你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景宇，你还太年轻。你还不知道这世上的邪恶有多少。师父，你已经是龙首峰的首座了，你还要投身魔教去做他们的奸细吗？这么多年里，你教会了我武功，教会了我做人，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何为真？何为假？有时候连为师自己都分不清了。来，你跟我过来。这是诛仙剑，不错，这就是上古奇剑——诛仙剑，青云的镇派之宝，遇神杀神，遇仙诛仙。我本来是炼血堂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弟子，炼血堂派我潜入青云，就是为了要窃取这一把曾经取走无数正魔两派弟子性命的天下第一邪剑
邪剑，这不是镇派之宝吗？你以为镇派之宝就应该是高高在上、正气凛然的圣物吗？哼，恰恰相反。诛仙剑现世的时候，他可曾在乎过那些所谓名门正派弟子的性命吗？当年的正魔大战之后，魔教从此衰败，炼血堂也开始一蹶不振。本来我可以留在青云门中，继续做我的首座。只要我借助青云门之手，除掉炼血堂这些余孽，那么天下就再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了。师父，迷途知返，尚可从头再来。你现在回首，还来得及。哼，迷途知返，哪条路是迷途？哪条路能让我们回返？正魔大战之后，你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吗？我和道玄共同的师父天成子，他请出了诛仙剑，摆列了剑阵，他心性大变，内心充满了戾气。他竟然连自己门内的弟子都开始诛杀。不可能，这……他现在在哪里？他一定不会希望你变成一个奸细的。师父，醒醒吧！该不会就是他？不错，那一天我怒火难以抑制，我看到了他。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天地之间，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对我又如何？我只知道，道玄他认为对的事情，他可以牺牲掉所有人的性命，也包括张小凡和你的。天成子死后，道玄顺理成章地接任了掌门之位，而炼血堂也还掌握着我的线索。我知道，终究会有一天，我会失去这一切。碧火天冰湖的那一战，炼血堂全军覆没。师父。
除了七位蜈蚣咬的你，是你杀了我的家人，屠了我的村庄。我有什么理由要屠杀你的家人？曹庙村的生死存亡，与我有什么干系？如果我现在要说，动手杀人的不是我，你会相信师父吗？不是你，那又是谁？你告诉我，那是谁？正派中人，心怀天下苍生。你别忘了，那天夜里，除了你，除了我，除了张小凡以外，还有谁呀？还有那个貌似救你的人，那个天音阁的普智，他为什么要下这个手？时至今时今日，我还有什么理由要去骗你？如果真的是我杀的，我现在把他承认下来，又有何妨？曹庙灭村一案，现如今想起来，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普智动的手。景玉，自从曹庙村屠村以后，是师父收养了你。这些年来，我也不曾亏欠于你。我并不想杀你。如果你能……不，小凡告诉我，世间本无正我，只有善恶。你已陷入执念之中，我不会投降于你。你。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在这儿给我好好想想。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必须做个决定。